来了，新玩具 NA 的新系列 Classic 系列的第1号就做了微战天盒子，这个外包装很有意思啊，非常像现在 SS86 的那个外包装的感觉啊。透明窗户可以直接看到人形包装的效果，一张开业线稿说明书，变形指示还算详细。配件有3张不同表情的替换脸，干掉擎天柱的小枪，紫色透明零件材质啊，这个通透感做的还是不错的。对决的大宝剑也是透明零件材质，不过这个里边有一个硕大的气泡。 还有水坝大战的流星锤，中间的锁链是合金的。微战天，你老喽！人形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高度到头顶在16.5公分左右，但尺寸方面也是很多玩家纠结的一个点。好在呢，我看这个脚踝地方有一个双段关节，可以稍微的往前推一下，这样就可以长得更高那么一点点。脚踝全部拉出来到头顶，差不多就快到17公分了。 全身的用料材质很不错，之前看老锰的样板视频里，胯部和脚后跟应该还是塑料的零件，现在整个换成了合金的组件，也是为了支撑强度和配重的效果吧。零件的表面全部都有上漆，质感方面看着也是不错的。后背来看堵得严严实实，并不会有任何的偷胶空洞。面雕的效果，马桶头这个做的还可以吧，毕竟之前 NA 有做过小比例的那一款嘛。 这回算是一个中不溜的比例，头部360度的旋转，独立的脖子关节，因为变形的需要啊，它左右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轴，可以歪歪头。肩膀从这里拉起来可以举到135度，但是腋下这里会缺肉。360度的旋转，二头肌360度的旋转，手关节有2段，对折起来幅度还是非常大的。 手腕前后这里可以活动，左右旋转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拔下来，顺着窟窿就可以插上流星锤。下3指连在一起，2段关节旋转。大拇指根部这里是一个侧方向的转轴。腰部这里有独立的弯腰机构，腹部的零件根部有弹簧，把它按进去。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辅助弯腰，所以2段腰卷起来。 所以这款老魏是可以做到当下观望的，前踢90度差不多能踢平，后踢只有45度，侧踢抬个70、80度。不过因为没有齿轮关节，所以这些转轴会觉得有一些松。大腿根左右可以旋转，大腿内侧这里啊，用扳机和护指的位置做了一个增加大腿厚度的一个造型设计，变形挺好玩的。但是这个里边会露着一个像箭头一样的东西。 膝盖2段关节对折起来的幅度也是非常大的，脚踝左右整脚接地，因为变形的需要，这个地方双关节可以稍微的往前调整一下。那我们也是进入这款老魏非常好玩的变形过程。首先把臂炮撅下来，这个扣子插的会很紧，翻下来以后把扣子对折180度换到另一面来，前方的这一块拉长。 备用拳头，我们给它团成这个形状，做成最小的处理，然后把胳膊这里旋转一下，腾开这个空间，手指甲就能抠进去，把大臂上面的这一块盖板揪起来，然后上方这里其实就可以脱开了，把这里打开，然后这个手腕这里会有一个击锤的造型啊，我们把它稍微的转一下。 把前方的这一块区域抠开，击锤转出来，灰色的零件对折，再把外侧的板子往内翻，这地方一定要压到最小，哎，结合锁住，然后再把这一块位置合并过去，击锤抠起来，顺着这个位置再转过来，背炮这里通过扣子把这里打开。 侧方向旋转一个90度，捏过来。现在这个扣子插的会比较紧啊，它等于是2个 L 型对着插，这边一个扣子，这边一个扣子，要同时的卸松。前后2片夹胸板的地方全部打开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一块肩膀的造型。肩膀这个位置明显有一个大的卡扣，顺着这个凹槽我们旋转个90度。 接着把这一块拼齐，另外的一面同样的操作拼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转动时候啊，根部这里有一个零件，我们不要把它拧进去。
这块腋下的造型零件我们要翻下来，堵住这个转轴，中间的这个空间留出来，最后要藏脑袋。前边的这一片不用管它，后边的这一片根部这里还有一个双段的轴，把这块背板撬开，然后把这个双段轴折出来，顺着这一块大旋转180度。好，再把这一块完全的贴合住。差不多折过来的时候，腾出空间来，然后把这一块双关节往上提。注意看侧面的这里的造型，避让一下。枪管的位置插上，前后这里左右有2个大的锁扣，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夹上。好，到现在的程度，头部、脖子下方这里的板子。所有的转轴都拉平，然后脖子双关节往一个方向搓，它只能朝这个方向提啊。面部再转成这样，关下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先合一条手臂吧，把这条手臂转过来，脑袋放进去。注意看，这上边有2个插扣，结合的位点也锁在这个板子的下方。前方这儿有一个特别小的尖的空槽。其实是卡老威的帽檐的，脑袋是刚刚好放进这个空间里的，然后中间这里又有一个结合的大扣子，所以这些维度的锁我们要同时的进行。捏住上边这4个扣子，对齐插上。好，现在上半身我们就处理好了。嘿，这个变形设计还是挺有趣的啊。翻到副甲这里，打开。整个的拉出来90度，然后往前拽它一下。下方这2片对折180度，缩窄，叠起来。翻到屁股后边，后裙甲中间这里有2个锁扣，打开，然后可以看到里边有非常多段的折叠关节，把这些扣子全部拉松，摆出来。延长，哎，这个时候往侧面横转一下，就可以把上方胸口的这个位置让出来，旋转一个90度，拉横。前裙甲有个小细节注意，你编到位之后，记得把这块三角区域折上来，根部有一个滑槽，缩到最底下，锁住它。再往下一层腿部的变形，我们先翻到内侧来，打开这个地方的扣子。双关节往前折，这一圈全部卷动拉出来，然后侧面的这一块双关节先拉松，后边的这一片打开扣子往下折叠。接着看小腿前方这里的一个锁边扣子打松，然后顺着这个地方抠开里边的这一块大的结合扣点，把它翻到外侧来，这里边有2个挡肉的小零件，折平。侧面的这一条腿部有一个加粗的前盖啊，打开插扣，我们把它对折一下，缩成这个样子，再双关节折叠，放到这个空间里面。上方这里呢，90度折一下这个扣子，再一个反90度，我们把它拧过来，变成这样的三角形，压在这个凹槽的空间。腿板稍微的转一下。拧出来脚踝的位置，这块合金零件往上扣，接着脚丫子一劈2半，打开，再顺着这个双关节往里顶，让整个的脚还有中间夹心的部位全部填补到这块的空洞里。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伸缩的转轴旋转上来，错一点位置啊，往前错，让开这一块的弧线凹槽。根据这个滑道往下压，里边有扣子结合，那这条腿我们就压扁了。对比一下这2条腿的厚度压缩，其实零件藏的还是很有趣的。2条腿全部的延展开，这里需要注意的结合方式啊，双关节往前提，然后整个的这一块往过挪，挂钩
小方块的槽子刚刚好跟这里结合锁上，拼成这样的形状。后边的这一块我们往下掰一掰，再把整个的腰部往下拖，中间有一个扣子，这里打开。打开的同时就要调整胯部这一块的活动转轴了。中间因为有很多段的折叠关节，我们把它先对夹一下，缩到最窄。然后整个中间的这一条芯儿压到里面去，侧面的这两条我们先打开，顺着这里折叠到位，双腿中间的扣子插合起来，夹紧，两个拳头刚刚好放到这个缝隙里，然后把这个海狸尾完全的包裹住这拳头的造型，前方的这两条对合夹在一起，根部出现两个扣子，把扳机放出来，这块插上。根部这里的双关节有一个滑道，把它压下去，夹进来之后，注意灰色的零件跟这个地方第一层先结合锁上，接着侧裙甲下方这里又有一个扣子，顺这里锁上，上面插槽这里有两个定位的扣子，放在这个凹槽的边缘，把它定好位。最后这两个扣子，把板子翻下来，锁，把后面的海狸尾还有握把的部分全部插上。最后一步，掏出臂泡，这扣子已经翻到前方啊，再插。那么好，这款威震天的枪型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毕竟尺寸要小了1号啊，并非 MP 的尺寸，所以拿在手里边明显感觉跟个女士的那种小手枪似的。倒是手指这个空间是完全足够插进去的，我的手指头算是比较粗的那一种，没有问题。扳机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活动一下，而且整枪的一个造型也好了，密合的这些缝隙精准度了，还有全身的这个漆面效果，以及整体枪型的一个还原度，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。那么总结一下吧，这款威震天的变形设计还是非常好玩的。其实变形难度并不算复杂，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。不论是人形还是枪型，最终的两个形态完成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。瞄准器这里压了一个透明零件上去，而且从各个角度看，这个枪的隐藏程度、包裹完整性都很好。可能唯一有点露怯的就是下方这里前裙甲这一块露着点黑。该说不说 ，NA 对于这个变形结构零件的转换巧妙程度，这个肯定是值得信赖的。尤其腿部这一块的夹薄，非常巧妙地利用到了腿内部的空间来藏身上的一些夹宽零件，非常的好玩。而且变形的手感、用料的质感方面做的也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之前也是在网上听到一些传言说 SS86线有可能因为法律法规的问题，威震天不能做成枪型了。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来源真假，但 NA 的这一个明显就是奔着配经典线、配 SS86去的，包括它的外包装也是设计成了跟86相仿的那种风格。所以我个人感觉 NA 最早就是照着这个目标去的，用它去配86的柱子啊，但最后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理想，身高方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化的。所以我想 NA 会不会小比例，你看现在角色也做了很多了嘛，出的差不多了，他会不会想再单开一条线？后续这条系列里边 NA 会不会再将其他的角色都铺开做齐？那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。得嘞，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